Hello，大家好，我是伟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高收益流动性挖矿的风险与陷阱。那分享的案例就是我上一支影片有提到的 Finton 上的一个 DeFi 项目哦。那它一开始提供的质押的年化有143倍左右。那时候我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新的平台啊，它通常会用很高的利率来吸引民众去投入它。它提供的奖励的话也是非常丰富，乍看起来像是这样子。而实际上的话，我上次有说，这个奖励虽然说几千倍、几百倍，可是通常到最后你都会吃不到，因为它平台提供你的奖励的那种币种，它最后它的价格会一直掉，掉到后来呢，甚至你会呈现大量的亏损。那在网络上嘴炮跟实际有去投入的是完全两回事嘛。我这边就有记录一下我10月8号到10月11号这几天的记录。那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10月8号早上丢进去之后，它那时候的利率是大概155倍。那到10月8号晚上的时候呢，利率只剩下116倍，它的币价从 9.76 掉到 7.75。我们的本金从1020左右掉到945。可是虽然币价在掉，然后本金在少，可是因为它的利息也很丰富，它的利息的话一天大概当初一开始有 40% 左右，你一天可以赚回 40% 的本金。所以呢，我们的利息呢还是可以 cover 这些我们损失的一些本金。过了一个晚上呢，币价从7又涨到10左右，这时候呢，我们的本金就呈现比较明显的成长了，从900多变到1100多。然后呢，利息呢更多啦，利息从原本的170呢涨到360左右。对，它原本的话从一颗7点多变成10点多，所以呢，不仅我们赚了利息，还赚了币价的波动的涨幅。后来就把这一单全部都领出来哦，这一单经过了一个晚上就赚了一半的本金左右。这个如果按照数学来看的话，只要2天就可以赚了1倍本金的事情，大家做吗？后来我就留了300块，我就再投了1200块进去。经过了2天之后呢，它的币价从 9.5 跌到 3.7， 跌了大概剩下1/3左右。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币价从1228变成了719。那虽然有利息来补贴，可是大概还是亏了400块美金左右。所以这种高收益的流动性挖矿项目，它的平台币都会呈现这个走势，就会大家挖提卖，挖提卖，挖提卖，最后价格就崩盘了。虽然说各个平台都有不同的抑制大家挖提卖的手段，比如说有些平台它会在你领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不满30天、60天、90天的话，你就把它领出来，它可能会扣掉你一半的利息，扣掉你一半的收益。比较新的平台呢，它通常就会结合 NFT， 然后结合交易挖矿，然后再结合 VIP， 然后让你拉下线，可以增加你的挖矿速度等等等的。所以透过这些种种的手段，让它可以有效的抑制它平台币的价格的下降。那回到今天的重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流动性挖矿它主要的风险跟陷阱。常见问题我归纳成3个第一个是只看 APY， 忽略流动性矿池的深度；第二个是只看收益，忽略了代币本身的价值；第三问题是把无偿损失误以为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以最近比较热门的 Dinosaur Egg 来当做例子，它这个主要的平台币跟 BNB 这个币池啊，它的年化大概是在15倍左右。那其实这个算是蛮高的通常比较稳定币啊那些的，通常都只有 20-30% 左右。那它的流动性的话，大概是1100多万。那为什么整个流动性矿池的深度那么重要呢？因为主要整个代币的价格啊，主要是由流动性矿池的深度决定的。如果说今天的流动性矿池的深度越浅的话，代表是说，如果今天有人有大鲸鱼从里面把钱都拿出来的话，你的代币会迅速崩盘矿池的深度在1000万左右以下的，通常很容易就因为一只巨鲸进来，然后就整个把币踢走之后，造成整个市价崩盘。相对的，这也表示说，这些币的价格很容易就操纵在这些大盘或是项目方的手上。那延续代币价值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币价一直在跌的时候呢，我们的代币组成的价值就一直下降嘛。可是总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我的收益既然就是这个年利率的话，一天大概可以赚到6-7% 左右，我只要放得够久，总是可以回本吧。那其实这种想法其实不可行因为通常这种代币，它通常就是早期受益者就割完之后，他们就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那后面的人只是进来一直接盘而已。所以真正会赚钱就那些早期挖头矿的人，然后呢，他在早期就获利出场了。
后面的人就只是一直接盘而已。所以常见问题就是说，你只看到预期说我可能3天、5天、10天回本，最后还来不及回本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别人的 APY 被割走了。第三个问题是把无偿损失误以为是流动性挖矿里面最大的风险。那其实这个问题你就要搞懂，你流动性挖矿到底是在赚什么。流动性挖矿虽然说账面上来讲是赚那个挖矿的收益，是赚的是利息，那其实最主要的收益还是要取决在币价的涨幅。以前面的例子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投入的那些钱，主要呢收益还是取决在于币价的涨或跌。那这边做个小结论所以流动性挖矿最大的风险是在于流动性挖矿的币值归零，只要一归零的话呢，连带连你另外一个币都会赔进去这个就是流动性挖矿最大的风险。那讲那么多，干脆就不要玩就好啦。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啦这边还是给新手几个建议那第一个建议就是挑选一下深度比较够的矿池就是锁仓量比较大的矿池。那怎么挑呢？我在上一部影片有提到，就是说有提到一些常用的工具，那其中一个就是 DeFi Llama。DeFi Llama 的话，它可以排名现在各个链上所有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它的总锁仓量的排名。那如果说你是玩一些小链或者其他非以太链的玩家，你可以选一下你想要的链种比如说像 Phantom 链，你就可以按照它的总锁仓量排名下来之后，就可以挑一个你比较有兴趣的交易所或是一个平台，你可以进去选择操作这样。第二个建议就是少赚一点使用稳定币的 LP 代币对。那使用稳定币的好处就是说它比较不会有无偿损失的产生，那它也算是定存，就大概 6%、10%、15% 的利率这样，就看你的平台而已这样。第三个建议就是使用单币质押，因为单币质押就相对单纯一点，它不用涉及到另外一个币种的涨或跌。那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传统的以太币的单币质押，我自己的话也是最喜欢单币质押。那最常用的工具就是 PancakeSwap 这个网站了那我平常的话就是觉得单币质押的优势在于它无脑特别是在 Pancake 上面，这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 DeFi 的平台，那它的自动 Cake 的功能也是蛮方便的，你完全就把钱丢进去之后就不用再理它了这样。最后的建议是跟我是针对喜欢冒险泛滥的朋友说如果你是平常很喜欢投那些高收益矿池的朋友，那这是提醒不要把全部钱投入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最好的话就赚了就跑。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